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，聽起來可能有點硬，但相信我，這跟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的主題，就是在這個充滿演算法跟數據監控的時代，我們到底該怎麼運用哲學來抵抗這種看不見的數位控制？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，我想先請你問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你現在腦袋裡想的事情真的完完全全是屬於你自己的嗎？你想想看，當我們滑着手機，每一次的點擊，每一次的停留，我們的行為其實就不斷地被轉化成數據，而演算法正在用這些數據無時無刻地塑造我們的選擇。在這樣的環境裡，我們該如何保持清醒？所以這次的內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張作戰地圖。第一站，我們會先診斷我們身處的這個數位牢籠到底長什麼樣子。接着，我們會來看看哲學家提出的逃脫計劃，一個叫做戰爭機器的概念。再來，我們會解鎖一種更隱秘的抵抗力鏈，叫做不作為。然後，我們會以電影為例子，看它如何成為反擊的秘密武器。最後，我們會揭曉這次的終極概念——機器崇高。好，那現在我們就正式進入第一站——數位牢籠。讓我們先來拆解一下這個我們每天都活在其中，卻又看不見的控制系統，它究竟是怎麼運作的。以前的世界啊，哲學家傅柯把它叫做規訓社會，它的權力運作方式就很像，監獄或學校這種有牆的地方，把你關起來，把你塑造成一個固定的樣子。但是哲學家德勒茲就點出來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不一樣了，我們進入了所謂的控制社會，權力不再需要圍牆，而是透過開放的數位網絡，對我們進行一種流動的、永不間斷的調控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。在控制社會裡，我們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個人，也就是 individual， 而是變成了一個分人 dividual。什麼意思呢？簡單來說，就是你這個人被拆解成了一堆數據點、一組組的密碼，還有市場上的樣本。你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，而是一個可以被追蹤的代碼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無力，對吧？但德勒茲不是要我們絕望哦。他說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：我們不需要恐懼或希望，只需要尋找新的武器。這句話很重要，它直接把我們的焦點從被動地承受轉向了主動地去尋找抵抗的方法。那麼，德勒茲說的新武器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好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關鍵點，來拆解第一個核心的抵抗概念，也就是戰爭機器。我得先講清楚哦，戰爭機器這個詞，你一聽可能會覺得很暴力。但它的核心意義其實跟打仗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它不是要你去搞破壞，正好相反，它的重點在於創造。這引發了另一個思考，所謂的戰爭機器，它其實是一種創造、運動和變形的力量。它的運作邏輯跟那個試圖控制一切、維持穩定的國家機器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他的任務就是要不斷去搞事，去發明新的思考方式、新的生存方式，來擾動這個既有的系統。這個對比就很清楚了。你看哦，國家機器它喜歡用二分法，不是黑就是白，不是對就是錯，它要把一切都組織好，追求穩定。但戰爭機器呢？它追求的是多元，是流動。它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綁死的結給解開，創造新的可能性。那這種戰爭機器會在哪裡出現？其實啊，到處都有可能。比方說，一些革命性的運動、新的藝術潮流，甚至是你自己在腦袋裡做的哲學實驗。任何能夠發明出新的時空感、新的思考維度的力量，都可以算是一種戰爭機器，尤其是在藝術領域裡面。好，這就帶我們到一個更微妙，但可能也更 powerful 的抵抗方式。這種抵抗的重點不在於我們做了什麼，而是在於我們選擇了不去做什麼。這邊有一個觀點，你可能會覺得有點違反直覺哦。那就是藝術不是溝通，藝術是對資訊的抵抗。
在一個要求你不斷接收指令、不斷做出反應的控制社會裡，真正的藝術恰好是那個拒絕簡單傳遞命令和資訊的存在。這種抵抗被稱為不作為的潛能，意思就是說，在任何創造性的行為裡面，其實都內建了一種力量，那就是拒絕、保持沉默、反對表達，並刻意創造出一片空白。而這片空白剛好就打破了控制系統最依賴的行動反應這個循環。就像小說裡面那個角色巴托比，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“我寧願不要”。OK， 那講了這麼多理論，這種抵抗在現實世界裡到底是怎麼運作的？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一個最強大的藝術戰爭機器——電影。現代電影透過4個步驟，很巧妙地把科技這個控制工具轉化成反控制的武器。第一步，打破敘事，它不再跟你講一個傳統的線性的故事，情節會變得很鬆散，讓你沒辦法輕易預測下一步。再來，第二步，切斷連結，它刻意打斷我們習慣的因果關係，還有行動反應的循環。角色可能會做出一些不合邏輯的反應，或者行動沒有帶來預期的結果。第三步，這點超級關鍵，它要揭示時間本身。什麼意思？就是說，電影不再只是講一個發生在某個時間點的故事，而是創造出一種叫時間影像的體驗，讓你直接看到時間本身的流逝、停滯或循環。最後一步，他把主觀跟客觀的視角給融合在一起，讓你分不清楚你看到的到底是客觀的現實，還是角色的內心世界。這4個步驟加起來，就像是對我們習慣的感知系統來了一次震撼教育。而這一切就把我們帶到了今天整個分析的最高潮。意大利哲學家丹尼拉·安格魯奇為我們這個時代提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新概念。你想象一下，當我們把機器跟一個很古老的哲學概念叫做崇高，把它們2個結合在一起，會發生什麼事？要理解這個，我們得先搞懂什麼是崇高。這個概念是哲學家康德提出來的。他說這是一種又痛苦又爽的體驗。當我們面對像是大自然那種非常巨大或強大的事物時，我們的大腦會宕機，想象力會失靈。但弔詭的是，就是因為這種失靈，反而會喚醒我們一種更高層次的思考能力。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概念的演變想象成一個不斷往上爬的階梯。一開始是康德，他對這種思想上的衝擊其實是有點害怕的。再來是德勒茲，他完全擁抱了這種衝擊，認為這才是思考的起點。最後，安格魯奇把它應用到我們現在這個充滿科技的環境裡，讓這個概念的力量變得更強大。好，關鍵來了。這就是機器崇高。簡單講，就是利用科技，像是電影這個機器，來故意製造一種崇高的衝擊。這種衝擊的目的，就是要打破我們平常習慣的感知，把我們從演算法的催眠裡面叫醒，然後逼着我們產生新的、真正自由的想法。它就像是用敵人的武器，把我們從被動的資訊消費者，振興成一個主動的思考者。好，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。第一，我們活在一個透過數據來管理的控制社會。第二，像藝術這樣的戰爭機器能夠創造新的思考方式來抵抗。第三，真正的抵抗也可以在不作為的力量中找到。第四，最終的武器就是機器崇高，這是一種能解放我們思想的震撼體驗。總結下今天的重點，面對無孔不入的數位控制，我們並非束手無策。透過理解戰爭機器的創造力、不作為的抵抗，再到機器崇高的思想震盪，我們就能找到反擊的切入點。這不是要你丟掉手機，而是邀請你成為一個更清醒的使用者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